每日中文。哎呦，好重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。累死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林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搬家吗？怎么带了这么多书来录音室？王老师，这都是我买的中文教材，有汉字大全、语法宝典、听力突破，我打算今年把它们全部吃下去。哈哈，把书吃下去，那你肯定会消化不良的。林珊，这也是很多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，一开始就想一口吃成个胖子。那我不吃书了。可是老师，面对这么多资料，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是先背单词，还是先练写字，还是先学拼音？别急，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超级重要的问题：学中文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？太好了，这正是我最需要的救命稻草。其实吧，学中文和学任何语言一样，都要遵循一个核心原则，那就是听说连显，读写跟上，就像婴儿学说话一样。像婴儿一样，意思是先学会听和说吗？没错，如果你学错了顺序，可能会导致你一开始发音就是错的，听不懂母语者说话，记不住汉字，而且很容易放弃。老实说，千万别一上来就死磕汉字或者语法。是的。不过，对于成年人，特别是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来说，这一步其实充满了坑，也就是陷阱吧。老师，快告诉我。我们先说听，这就涉及到了两个最大的拦路虎，第一是声调，第二是拼音的误导。声调我懂，我有个英国朋友，他觉得妈和马听起来是一样的，不就是音高不同吗？为什么一个是妈妈，一个是动物？是的，英语里语调变化通常只代表情绪，但在中文里，声调决定了意思。至于拼音的误导，比如英语里的 Q， 大家下意识会读成 Queen， 但在中文里完全不一样，是读气。很多老外看到气，第一反应就是 key。真的，还有 X 和 J。那老师，面对这些听力障碍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看很多人每天挂着耳机听中文广播，这样有用吗？问得好，很多学生问我每天听2个小时，为什么没进步？答案很简单，那是无效应数。说白了，如果你根本听不懂，那对大脑来说其实就是噪音。那什么是有效应数呢？很简单，正确的方法是可理解性应数，也就是你要听那些你大概能听懂70%-80%，只有一点点生词的内容。哦，就像打游戏升级一样，不能一级去打大怪兽，会被秒杀的。比喻很恰当。对于初学者，在开始阶段其实就是磨耳朵，不要急着听新闻广播，要听慢一点的，有故事情节的，最好是专门给学习者低质的对话，先适应声音的频率，特别是要把声调听准。在初期主要是被动听力，坐车的时候听，主要是为了培养语感。那到了中级阶段，我大概能听懂几个词，能听懂一些短句了，这时候应该也要换策略了吧？对，这个时候你要开始练精听，也就是听写。选一段1-2分钟的对话，第一遍听大意，第二遍一句一句停下来把听到的写下来，第3遍对照誊文找漏洞。听写听起来很累，但感觉很有用。哈哈，有时候也不用太紧张，你可以通过看电影练听力，可以看偶像剧或者现代爱情剧，背景是日常生活，词汇围绕着吃饭、约会、上班，带字幕看。电影是最好的模拟现实环境。是呀，听起来就很喜欢。我可以看我偶像刘亦菲的电影。那更高级的阶段呢？高级阶段要注意吞音和连读，你要练习微听力，专门抓那些那个、就是之类的口语头，理解中国人的逻辑。这个阶段你可以挑战看无字幕的电影，比如正剧、古装剧、刑侦剧，语言复杂，语速快，有很多层含义。
原来听力也有这么多门道，那后面的说呢？我总是不敢拗口。说也是分阶段的，初级阶段我们要向鹦鹉学舌，为了克服声调难关，我推荐手势法。说第一声手画横线，第4声手用力向下砍，这叫做动觉学习，效果很好。动手不动口，那如果句子太长，舌头打结怎么办？用倒叙法，比如我想去北京，你先练北京，再练去北京，最后练我想去北京，这样你的语调就会非常自然。那到了中级，我想说的更流利一点，怎么办？中级要练替换练习，你学会一个句型，比如为了，我决定，然后不断的替换里面的词，还要强迫自己用关联词，比如虽然、但是，把短句连成长句。那高级呢？高级要挑战4-3-2技术，同一个话题，第一次说4分钟，第二次缩短到3分钟，最后缩短到2分钟，这会逼你的大脑快速处理信息，消除废话。哇，这个太刺激了。那读呢？我看汉字头都大了。阅读方面，初级必须戒掉拼音，不要读只有拼音的文章，要看汉字，甚至可以用卡片遮住拼音来迫使自己认字。中级怎么提高速度呢？中级要用分级阅读，读那些你能认识98%的汉字的书，不要查字典，考上下文猜那2%。还可以用一群阅读，把句子切成块来读。那高级阅读是不是就要读古文了？还没那么夸张。高级要练重复阅读，一篇文章读3遍，第1遍泛读抓大意，第2遍精读查生词，第3遍快读练流利度。最后是写，我现在只会用手机打字，还需要练手写吗？初级阶段你要区分手写和打字，虽然现在90%的时间是打字，但手写能帮你记字，要遵守笔顺规则，先横后竖，先撇后捺。更高级的就要讲究逻辑，比如起承转合，还要区分口语和书面语，写邮件不能像聊天一样随便。听完这些，我觉得清晰多了。听说读写，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战术。没错，这些技能是一个学习闭环，听和读是应数，说和写是输出，缺一不可。不过灵山，虽然汉字对于欧美人很难，但是对于某些国家的人来说，学中文其实是有作弊码的。作弊码？你是说亚洲国家？对，比如越南和韩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很早以前，这些国家都深受汉文化影响，特别是越南语和韩语，虽然现在用拼音字母，但词汇里有60%到70%是汉字词。比如呢？比如注意，越南语是注意，韩语是注意，发音非常像。哇，那他们背单词岂不是很快？非常快，他们只要掌握了发音转换的规律，一天记100个单词都不是梦，这是他们的巨大优势。那有没有什么陷阱呢？当然有，最大的陷阱就是望文生义和发音影响。怎么说？有些词虽然写出来一样，但意思已经变了。还有，因为母语发音太像了，他们往往会用母语的习惯去读中文，导致声调不准，也就是所谓的口音重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有优势也不能大意啊。是的，所以对于越南或韩国的朋友，我的建议是利用词汇优势快速扩充词汇量，但要严抓声调，不要被母语给带偏了。明白了，不论来自哪里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不要追求平美，要追求沟通。语言是用来连接彼此的桥梁，不是用来考试的工具。而且灵山，现在你有网网和 AI 这个巨大的优势，有很多网站、平台、APP 或者 AI， 如 ChatGPT 可以辅助语言学习，要筛选和利用好这些资源。是的，没错。现在我完全可以用 Podcast 练听力，用 APP 练口语，用 ChatGPT 解决语法问题和提升写作技能。
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，我觉得我不用吃书了，我可以把这些书分类，一步一步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？你们觉得哪个技能最难破除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也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和我们一起轻松学中文。很多朋友问，学习这么难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动力在哪里？是啊，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爱情，还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？下一集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直击灵魂的话题：为什么你要学中文？找到动力，你才能坚持下去。期待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